唉，真是人间惬意。君九幽，爸爸，什么玩意儿？女人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不对，可没有这样的好事，多半是个麻烦。杀了她，干净利落。借用一下。定身术，区定身术，自然困不住我。看我反手化解。哎，不对，等等，对不住了。这个气息，分明是中了千魔银毒，难怪连问都不问就直接出手绑人。我若反抗，随时能脱身；但若真让他死在院中，难保不会引来麻烦。再说，看着这么一位俏丽仙子香消玉殒，未免有些可惜。罢了，算你命不该绝，就帮你一次。杀了他，不行，他本就是无辜之人，还救了我的命，我又怎么能恩将仇报？仙凡有别，这一切只当是一场梦吧。回去了，这样也好。他回仙界继续做他高高在上的仙子，我留在人间继续过我的逍遥日子，彼此互不打扰，谁也不欠谁。神清气爽，去除出菜园的草。你不会就是10年前那夜的仙子吧？相比10年前，仙灵之气弱了许多，不见当初那种凌驾云端的清冷感，果真世态炎凉。不对，以他的资质，背景绝对非同一般，怎会落魄来到人间找我一个平平无奇的凡人？太扯了！修为越高，越难孕育子嗣，乃6界常识。这孩子怎么可能？他真是我的孩子。你可以不认我，但你必须认这个孩子。喂！女人经脉寸寸受损，几近枯竭，仙骨竟被人生生挖走。最致命的是她体内这颗心，这根本不是原来的心脉，而是一枚勉强续命的假心，稍有不慎便会彻底崩裂。这全是仙道气息造成的伤痕，而且是近年落下的。拖着这样一副破败的身躯，能活着走到我这里，简直是个奇迹。他多半是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，走投无路之下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保住他的命不难，可他这一身被毁的根基，想恢复到巅峰，绝非易事。说来可笑，直到现在我才发觉，我竟连自己女儿的名字都不知道。连躺在这里的女人，我也只知道她那夜留下的名字。爸爸，乖，告诉爹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清河。青青，放心，娘亲没事，以后爹爹会来保护咱们，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们。娘子，喝药了。别费心了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孩子就拜托你了，你记住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修士知道他的存在。我时日无多了，这凡人的汤药对我来说聊胜于无，不必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先把药喝了。我这般认真，他怎么还是一副漫不经心、毫不在意的样子？这是什么药？就是平时在山里随手采的山药而已。别浪费了，趁热喝。寻常山林怎么可能长出这种级别的灵药？光凭气息，里面至少混着数种千年万年品的仙药，在仙界足以引来无数势力争夺的东西，到了他嘴里竟成了路边野草。罢了，药效珍贵，先稳住命再说。娘子，你还挺迷人的。娘子，能不能跟为之说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若能从他口中套出些线索，我就不必在偌大仙界里一个个去翻找那些仇家。这件事，你不要再问了。你知道的越少越好，
否则对你很危险。他身上没有一丝灵力波动，只是个寻常凡人。若是让他卷进我的势力，无异于送死。若能知道是哪方势力动的手，直接过去清算便可。但仙界神域广阔，宗门林立，真要一个个去找，确实麻烦。看来还是得亲自上去一趟。你可要记住，方才……先睡一会儿吧，在这里陪着娘亲。爹爹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爹爹，你会回来吗？当然，谁也别想把爹爹拦住。哼。怎么回事？仙门怎么会突然震动成这样？戒备，快戒备！过了100多年，仙界还是那副鸟样，真是一点都没变。什么人？哼，以前被我拆掉的地方，倒是又修好了。何人胆敢擅闯仙界，破坏仙门，还不速速报上名来！侍卫长大人，要不要把他拿下？此人来历不明，绝不能放过。大人，您怎么了？大家都等着您的命令呢。哼。你认识我？认识，您的大名早已传遍整个仙界。小的100多年前，有幸远远见过您一次。太久没来，天道地宫在哪个方向来着？在那边，那个方向，一直往东，穿过9重天阙就是。多谢。老东西，你应该还没死吧？没死就滚出来见我！何人胆敢擅闯天道地宫？竟敢对我地宫之人如此无礼！是你100年前仙魔大战的血色，他怎么会来这里？魔界至尊君九幽，不错，天道地宫倒还有人认得。不过有一点，你说错了，我是前任魔界至尊，现在已经隐退了。君九幽，擅闯仙界，扰我仙界安宁，如今又当众挑衅我天道地宫，真当我地宫无人不成？怎么，天晴了雨停了，你们天道地宫是觉得自己有闲了，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？看来上次拆你们地宫还是拆得不够彻底。君九幽，你真以为这100余年来我仙界没有丝毫变化不成？如今我已踏入仙帝之列，为的便是有朝一日亲手报100年前你毁我天道地宫之仇。公主神威，我天道地宫岂容外人撒野？公主已成仙帝，这次定能镇压此人。怎么会？哪怕我已成帝，在他面前竟依旧毫无反抗之力。记吃不记。看来这天道地宫也没什么继续存在的必要了。老东西，我知道你没死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可就把你这天道地宫彻底给碾平。老祖出关了，还有几位太上长老，太好了，这下不用怕他了。难不成他还能一人抵抗我整个天道地宫不成？老东西，你可终于舍得出来了。这个杀神竟然真的没死，看这架势，实力怕是比当年还要深不可测。100余年前那场仙魔大战，他一路杀穿仙界，一掌震碎山门。若不是为了保住这地宫，我绝不想再面对他。怎么，老东西，带这么多人出来，是准备和我比划比划？
正巧100多年了，我也很久没活动筋骨了。万道苍天见过魔尊，魔尊真是说笑了，怎么会呢？那你怎么还躲了100多年？我天道地宫哪敢与魔尊为敌？不知魔尊可否高抬贵手，放过在下这个不成器的曾孙？没规矩的东西，竟敢冒犯魔尊，其罪难恕。自今日起，罚你入禁地闭关100年，没有本祖命令，不得踏出半步。是。不知魔尊此次驾临我天道地宫，究竟所谓何事？他沉寂100余年，今日突然亲自降临仙界，绝不仅仅是为了敲打地宫这么简单。我要你和其他8大势力在仙界之内替我找一个人，查清一个叫苏婉离的女子的，但凡和她有关的信息，全部如实报我，一点都不能漏。明白了吗？苏婉离，一个女子，竟能让她亲自出面，甚至要惊动仙界9大势力一同搜寻，这个名字绝不简单。不知是否是此女冒犯了魔尊？若真如此，我天道地宫愿替魔尊代劳，将她擒来，任凭处置。不需要，你只需要把所有与他有关的信息都送到我面前，剩下的事我自会处理。老夫明白了，老夫这就传讯各大仙域宗门，命他们全力搜寻。很好，过3日我会再来，到时候若还没有我想要的消息，那这天道地宫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。所有天道宫弟子听令，自即刻起暂停一切闭关修炼、试炼争斗。所有人全部给我出去找，搜遍各大仙域，查所有与苏婉离有关的消息。凡是姓苏的，统统给我查，只要有一点牵连，都不许放过。另外，立刻传讯无极道宫、九霄仙府、太虚神宗等其余8方势力，让他们一并协助搜寻，告诉他们魔尊君九幽又回来了。是，谨遵老祖之命。什么？新九又回来了？那不是萧蛇走啊！快问祖宗临近！彻底完了！想要邀请我祖宗听到消息，装上蛇宝不一样了。爹爹，你回来啦！青儿乖，想爹爹了没？想了。爹爹去哪儿了？娘亲刚刚醒了一下，可是很快又睡着了。他说口渴，青儿正准备给他倒水呢。九转还魂草，万灵青莲，仙界老怪争得头破血流的圣药又如何？只要能救你，便是掀了整座魔界宝库，也算不得什么。青儿，帮爹爹一个忙，好不好？青儿可以的。爹爹教你一个呼吸的小游戏，你就坐在娘亲身边，照着爹爹样子慢慢做，这样娘亲就能睡得更安稳一点，也会舒服很多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是我亲手所创的太一镇魔经，此法虽属魔功，却最能镇守本源，固护神魂。借着青儿体内纯净的血脉气息，潜移默化地温养她残破的根基，至少能让她的仙骨与剑心不再恶化。苏婉姬的消息查到了没有？哪怕是3000年前的旧族谱，也都给本祖翻出来！禀老祖，查到了。说，3000年前，极北之地曾有一族名为洛神一族，只是10年前，他们突然被寒月仙域南家联合摘星阁围剿，举族覆灭。对外的罪名是勾结魔界。南家、摘星阁、勾结魔界。这种骗3岁小儿的说辞，他们也敢往外放，
所谓勾结魔界，十有八九是盯上了洛神一族的特殊血脉或是至宝，借题发挥罢了。苏婉离呢？她是什么身份？苏婉离乃是洛神一族当年的圣女。据卷宗所在，她天生仙骨，又生有冰灵剑心，被誉为洛神一族近万年来最有希望登顶仙道绝巅之人。10年前那场大战中，她为了掩护族中小卫突围，被寒月仙帝南木泽亲手重创，她的仙骨被当场挖走，剑心也被震碎了。最后，他还中了南家秘毒千魔营毒，据说是被打落坠仙崖，生死不知。所以这一切都因他而起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虽然还不清楚君九幽为何会为了苏婉灵做到这一步，可有一点，那南家和摘星阁这次是彻底捅破天了。老祖，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主动禀报魔尊？废话，3日之期一到，若我们还拿不出个交代，你以为君九幽会先找谁？寒月仙域固然该死，可我们天道地宫若装聋作哑，第一个被抹明的就是这里。剑心被碎，中毒坠崖。若是让君九英知道苏婉林遭了这些罪，整个寒月仙域只怕都要被他的怒火烧成焦土。我们绝不能被牵连。传本族法旨，即刻封锁寒月仙域，所有出入口全部断绝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出。南家上下一个也不准走。至于摘星阁，传讯给他们阁主，让他立刻滚来地宫门口跪着，等候发落。若敢迟疑半步，就告诉他不必来了，本族亲自去摘了他的脑袋。是。不疼了，那种日夜啃残五脏六腑和经脉神魂的钻身痛痛，竟然消失了大半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暖意，就像春水一样，一点点浸透了四肢百骸。在我早已干涸破碎的丹田深处，竟然真的有一缕灵力在游走，怎么可能？娘亲，你醒啦！青儿，娘亲在呢。乱裂的经脉，干涸的丹田，加上多年的毒伤与暗伤，这样的身体，就算在仙界也难求一命。短短3日，我竟然恢复到了这种程度，这绝不可能是寻常药草能做到的。你给我喝的，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些补气血的土法子。娘子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你看，这花开得多好，我专门摘回来给你插花瓶里，放屋里看着也舒心些。我身上背负的是灭族之仇，是足以牵连所有人的滔天大祸，怎么能再连累他？夫君，你听我说，我的仇家在仙界势力极大，他们若是知道我还活着，一定会追来。到那时，不只是我，连你和青儿都会被牵连进去。现在的我护不住你们父女，等我再恢复一些，我便带着青儿离开，你就当从未见过我们。说什么胡话！你是我娘子，青儿是我女儿，这天下谁敢带走你们？可是，没有可是。他明明只是一介凡人布衣，可为何这一刻的气势，竟像极了能挡住天地风雨的神明？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好好休息，别的事交给我。我出去买点菜，晚饭想吃什么？爹爹，我要吃红烧鱼。好，给咱们小宝贝做红烧鱼。滚出来！见过魔尊，您要的消息全在这里。苏家之事皆是寒月仙域南家与摘星阁所为。那南木泽如今已是3品仙帝，他还集合了几位好友，正在寒月城设宴庆贺，庆祝他彻底炼化了从洛圣女身上夺走的仙骨。魔尊，天道地宫已经封锁寒月仙域，
南家上下一个都逃不掉。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等愿为马前卒，替您将南家满门抄斩，将摘星阁上下尽数擒来，听候发落。马前卒，你们也配？南家的命，我亲自去收。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请魔尊吩咐。把仙界所有影像留声筒全部给我打开，我要让6界众生都看着南家是怎么一点一点消失的。我也要让那些心里藏着歪念的人明白，动了本座的人会是什么后果。南木泽，庆功宴，是吗？本座这就去送你一桩天大的丧事。恭喜南家，贺喜南家！那是曾属于洛神一族圣女苏婉离的仙骨，如今成了南木泽踏向更高境界的阶梯。恭喜南家主彻底融合洛神一族仙骨，从今往后，这寒月仙域当以南家为尊。以南家主如今的天资与造化，踏入神境也是指日可待呀！是啊，南家主前途无量，今后还望南家多多提携。区苏家，当年竟也敢拒绝本座的联姻提议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，自寻死路。若不是他们不识抬举，本座又何必送他们满门上路？可惜，那个绝色美人苏婉离，竟然让他逃了，否则……报！家主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外面出什么事了？外面的天变了。南木泽接了别人的东西这么久，也该连本带利还回来了。家主救命！我不想死！救我呀！动不了，我的先帝修为被彻底封死了。这不是压制，这是彻彻底底的剥夺。你到底是谁？难道他是那位？你不配知道本座的名字。你这只脏手碰了他，本座便断你双臂；你这双狗眼看了他，本座便毁你神魂。至于这块骨头，他认主，不认畜生。求前辈饶命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君九佑太可怕了！快，收拢所有门人，封死山门，开启护宗大阵，谁都不许发传音符。所有人都明白，那个禁忌的存在是来讨还血债的。废物，要你何用？一个先帝连个2岁孩童都抓不住，只要吞了那孩子的本源，配合9窍洛神心，地上便能真正归来。半月内如果不将那孩童找到，南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众神之墓，荒古魔地吗？很好，本座说过，要送给南家一桩大丧事。
娘子，我买鱼回来了。刚才天地异象频发，你回来的路上没遇到危险吧？危险？没有啊，可能是哪位老神仙在渡劫吧。别管他们了，咱们吃鱼要紧。今晚这震动天地的异象，怕是仙界出了大问题，我怕是陪不了你们多久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的整个仙界，正因为他这位看似普通的凡人丈夫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。此地灵气虽然稀薄，但那精纯的药味定是落在此处了。搜，方圆100里土地都不要放过。青云剑宗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哟，没想到这穷乡僻壤竟然还有如此绝色。小娘子，本少主看你与我有缘，跟着这么个凡夫俗子实在可惜了。这山谷荒凉，不如随本少主回上界做个捧剑侍女，如何？我拒绝。哦，若不是现在还不是暴露实力的时候，就凭这句话，你已经死上1万次了。我媳妇儿身体不好，见不得生人，还请离远点。滚开！一个凡夫俗子也配拥有这种女人？不对，刚才那一涮好像死了一次一样。邪门，这地方邪门！快撤！快撤！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我运气好吧。眼前这个日日陪我烧火做饭的凡间男子，真的藏着我看不透的秘密吗？他真的是凡人吗？君九幽，你隐居100年，连当爹这种大事都不通知哥哥一声，这杯喜酒我可是等了100年了。这家伙还是这么不着调，不是说了传音给我就行吗？当代魔界之神重楼，这等存在怎么会来这里？藏了这么久，今天还是要暴露了。这气息，难怪南家被你灭得那么惨，原来是因为弟媳呀！南家覆灭，竟也和他有关。不过兄弟，恐怕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处理不了，所以才来找你商量。南木泽背后那个残魂逃进了众神之墓，那是太古时期的深渊，即便是我也难以深入。找到地方就行。众神之墓，是吗？娘子，鱼汤在锅里，记得帮我看着火。你是为了救我，对吗？可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？我不值得你这样做。娘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的出现，才让我重新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相信我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为夫可是无敌的。仙界的所有人听着，如果在我回来后发现我老婆掉了半根毫毛，那整个仙界也没存在的必要了。怎么会？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？行踪还是暴露了。我藏了这么久，不仅把他们引来了，来的还是整个仙界最可怕的存在——倾巢而至。天道老祖，万道苍天，竟然是他亲自来了。天道地宫，万道苍天，
给魔尊夫人请安。魔尊夫人。无极道宫送上万载冰心果1筐，祝魔尊夫人早日康复。万妖神殿献上天狐秘宝1套，祝魔尊千金学业有成。圣德书院祖师院献出鸿蒙道心，只求魔尊大人能去书院喝口茶。海出圣地奉上九转神拳3坛。恭请魔尊夫人笑纳，恭请魔尊夫人笑纳。妈妈，这些老爷爷都是你请来的杂耍团吗？他看起来好好笑哦。老朽确实是来给小公主助兴的，不知小公主想看什么，老朽都可以试试。请魔尊夫人放心，有我等在此，绝不让任何人踏入此地半步。绝不让任何人踏入此地半步。凡人丈夫，绝世魔尊，这个与我朝夕相处的凡间男子，竟是一尊能让诸天俯首的魔尊。这鬼地方！少废话，人在哪儿？就在那儿，估计正等着谁送上门。你这家伙每次都这么麻烦，还要我来给你擦屁股？有东西在唤醒他们。九窍洛神心，是他的气息。你终于来了，君九幽。本座等你很久了。哼，装神弄鬼的东西！无名燕无声，昔年荒古魔帝座下第7祭司。若按辈分，君九幽，你还该叫本座一声前辈。前辈，就凭你也配？同为魔界中人，荒古魔帝乃是我族至高存在。为了地上的复生大计，每一个魔族中人献出生命，皆是无上荣光。如今你的妻女倒成了新的钥匙。洛神血脉，天生仙魔道胎，多完美的一品啊！君九幽，你来的真是时候啊！你以为你把妻女藏起来就可以了吗？虽然只有9窍洛神心，但这足以让地上的灵魂复苏。上古魔帝，即便只有灵魂，也是这天地无法承受的存在。终于等到你了，无名洛神，亦是苏家始祖。3000年前，吾以神心镇关，以神骨锁魂，
这才将荒古魔帝镇压于众神之目。可岁月流逝，封印终究松动，灭无声这等余孽才有了可乘之机。这玩意儿真没死透。黑瞳深处疯狂涌动的滔天魔意。本座隐世100年，不代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踩到本座头上。敢拿我妻女做局？殷九幽，你敢！聒噪！这一世的魔尊倒是比当年更强了些。可惜，你终究慢了一步。这种压迫感，便是曾经站在6界顶点，足以吞噬天道的上古帝者——荒古魔帝。魔道后辈还有胆量对抗魔道本源，此等胆量便赐你无痛之死。就是现在！老东西，刚才不是笑得挺开心吗？不，来，跟本尊打！不是要迎你家地上归来吗？怎么这会儿只会躲了？本尊看你刚才那副狗仗人势的样子，还以为你真有多大本事。不能再拖了。若让他继续抽干本源，万宁的根基会被永远毁掉。君九幽，我已经通过血脉联系他们，他们才是终结这一切的关键。我不会让他们涉险。你错了，不是让他们牺牲，是为了未来，你们一起好好活着。你死了，他们又怎么逃脱厄运？这是先天道印，不止，那印质里竟然还有魔纹共鸣，仙魔血脉怎么可能同时觉醒？
爹的声音了。我们要去找爹爹吗？去找爹爹。夫君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很好，终于到齐了。孩子，你受苦了。明明是第一次见他，为何心里会如此酸楚？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熟悉感，让我好想靠近他。找死！你竟敢伤他！娘子，这次我们一起。好。去你！不许欺负我爹爹和娘亲！太初道胎现，旧事终结，新天当立。荒古魔帝，该滚下去了。这不可能！本帝纵横万古，十万无实。这不可能！本帝纵横万古，怎会？现在知道怕了。晚了。愿你们一世团圆。经此一战，魔尊之名再次响彻仙界。数日后，君九幽大婚，众仙界大能仙尊送上珍宝祝福，一时间三界齐乐。这便是诸天万道共尊一主的无上荣光。娘子，这次是我明媒正娶。夫君，这次我心甘情愿。苏婉丽与君九幽夫妻一体，仙与魔的千年隔阂悄然化解。天地交流中，开始解开曾经的种种误会。
君九幽向三界下达旨意，开始肃清破坏三界平衡的暗中势力，释放所有卷入仙魔恩怨的无辜之人。所有的旧账到这里才算真正了结，而君九幽也终于兑现了自己100年前的心愿。爹爹，娘亲，我又抓到鱼了！又把厨房弄乱了。乱了再收就是。从此以后，6界之中再无独坐高天的冷血魔尊，只有人间山谷里一家3口，岁岁年年。